这个吸血鬼是个变态绅士，只要被他射线击中，所有人都会强制猥琐。店长突然冲进店里大喊不好了，他们罗纳德要给裸女加上一个东西的话，到底是眼镜好还是袜子好？原来他中了吸血鬼外坛叔叔的催眠光线，一旦中招就会变得满嘴猥琐，而外坛叔叔的兴趣就是观看人类自曝性癖后不知所措的样子。比如罗纳德，他非常热爱成熟大姐姐的欧派，至于厨师因为经验太少，只能发出叽叽叽叽叽的消音词。如果再让这个变态逃窜下去，整座城市都会变成黄腔乐园，每个人都是一台自走的叉 P 扩散机。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，走在大街上只听消音不断，猎人工会都没能幸免，仔细一讲都过不了审。为了对付这个老变态，德拉卡就来奇怪动物以毒攻毒。外叔叔的外坛光线对心中本就是黄色废类的奇怪动物不起作用，奇怪动物表示外叔叔的叉 P 是错误的，叉 P之门应该由自己开启才显得美丽。随后两鬼谁叉 P更厉害而展开了讨论，最后两个人居然意气相同，当场结拜为异父异母的叉 P兄弟。奇怪动物一秒倒戈，要协助外叔叔让全人类陷入歪谈的漩涡中。然而趁两人争辩的空隙，猎人已经将他们团团包围了。叔叔虽亡，但外谈永远不死。众所周知，坂田是罗纳德黑粉加私生饭，随身携带罗纳德勾亲录像，对罗纳德了如指掌，甚至房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周边，可谓是恨得越深，爱得越深。而就在今天一早，他被告知他最温柔迷人的妈妈要和罗纳德去约会。听闻这个噩耗的坂田当场螺旋飞天，而得知自己的约会对象是坂田妈妈之后，罗纳德也是心情复杂。罗纳德战记特别篇在秋天杂志上连载时，福田先生背着他搞了一个和罗纳德半日的约会抽奖，在人肉战俘的威胁下，罗纳德被迫来执行这项粉丝福利。但谁能想到他的头号粉丝居然会是高中同学的妈妈，万一要是被坂田知道了，绝对那个天翻地覆，他得想个办法和平收场。可惜事情偏不如他愿，死神黑粉坂田早就设想德拉克悄悄跟踪他了，坂田会暗中进行这一点出乎德拉克的预料，毕竟按这颗长脚地雷的个性，最可能做的就是扛炮轰过去。但坂田是个大孝子，要是现在他干掉罗纳德，肯定会让妈妈难过。只要让罗纳德在约会中丑态毕露，妈妈就会感到幻灭而清醒。坂田伪装成服务员，拽着德拉克来到罗纳德两人约会的餐厅，想趁机把罗纳德餐点换成这里特别的芹菜汉堡排，这样罗纳德就会吐一地，妈妈就会超级失望。然而还没等他心动，餐点就被明美的闺蜜后援团截胡了，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坂田妨碍这次约会的。计划虽然没有成功，但谁能想到罗纳德自己点的晚饭里居然也有芹菜，吃了一口之后当场一泻千里。但美明看到这一幕，非但没有幻灭，甚至温柔地安慰罗纳德，他早就在罗纳德战绩里知道罗纳德讨厌芹菜了。之后两个人来到海边，边吃可丽饼边看风景。美明非常温柔善良，讨厌欺负孩子和小动物的人，于是坂田让德拉克变成小动物去德拉克面前晃，但就德拉克那个变身技术，猎奇大破，就算辅佐看到都忍不住要大开杀戒。既然如此，就只好使出绝招了。坂田从衣服里拽出了吸血鬼软体动物，说什么都要罗纳德再穿一次高叉泳裤，结果软体动物根本不听他指挥，放出去之后直接跳海自由了。而吸饱了水的软体动物居然变成了巨大个体袭击明美，坂田毫不犹豫的飞身救妈，可惜用不着他出场，罗纳德就干净利落的几枪将吸血鬼解决了。那帅气又冷静的姿态让明美疯狂心动，着急救妈而暴露的坂田也被发现，明美还以为坂田也想和罗纳德约会，好妈妈自然要满足这个愿望，拽着儿子和罗纳德握手。于是这场约会就在坂田咬碎牙和罗纳德握手后旋转跳跃入海结束了。赶稿日的罗纳德异常的烦躁，为了能专心写稿，他把一直捣乱的德拉克扔给楼下的熊孩子折磨，结果再一回家，德拉克的父亲德拉克斯居然找上门来了。误认成德拉克的罗纳德上去就一苍蝇拍，就发现对方并没有马上死。德拉克斯非常不满，他千里迢迢的带了伴手礼来看儿子，儿子居然不在。罗纳德心虚的表示德拉克正在当义工陪小孩，而在没见到儿子之前，德拉克斯说什么都不回去，这也就算了，关键是德拉克斯还严重妨碍他赶稿，一会儿偷看他原稿，一会儿又说他对吸血鬼的功课做得不够，他对德拉克的描写应该再详细一些。说着掏出了随身的德拉克相册以及他的自传，气得罗纳德给了德拉克斯一下，没有死掉的节奏感还是让他有些不习惯。德拉克斯一听这儿也不干了，难道说罗纳德一直让他儿子碰上会高频率死掉的状况吗？罗纳德也毫不客气，让德拉克不死比养活金鱼都难好吗？德拉克斯又问了球员有没有对他做过分的事情，球员刚想否认，突然想起了罗纳德给他涂大蒜酱臭死德拉克斯的事，居然连一只球鱼都不放过。德拉克斯说什么也不要儿子待在这种地方。罗纳德刚想打发这个麻烦，就突然想起了福建先生的可怕战斧，赶紧改口说要看德拉克本人的意愿。不过到了楼下小公园，德拉克已经不在那儿了，两人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人。而在见识了德拉克认识的朋友后，德拉克斯决定不带儿子走了。他看得出德拉克在这座城市里过得很开心。这时熊孩子找上门，给他们展示了亮晶晶的德拉克泥团子。儿子控父亲德拉克斯当场去世。经过不懈的努
努力，德拉克终于能变成正常的蝙蝠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外出买东西给罗纳德和琼恩看看，然而刚从窗户缝里飞出去，他就遭到了鸽子的围攻。厨师寻了路过，就是了被啄得遍体鳞伤的德拉克。他当然没认出来这是德拉克，还对这么小的可爱蝙蝠一见钟情，揣进怀里带回去要当宠物养。德拉克趴在厨师胸口，脚底没得踩，一直打滑，为了不入侵女孩子的衣服深处而保持得非常艰难。德拉克本来想哄得厨师开心给他喝点血，没想到厨师直接把他带走了吸血鬼对策课，万一身份暴露，那可就不是揍一顿那么简单的了。半田一眼就认出厨师带着的不是普通蝙蝠，而就在他一把抓住蝙蝠打算揭发他吸血鬼身份的时候，却听见蝙蝠发出了德拉克的声音，说他是不小心误入这里的，就让半田帮忙蒙混过去。好兄弟的忙当然要帮，然而半田话都说一半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改口，说德拉克不是蝙蝠，而是拟态的非常成功的螃蟹。看得出来他确实不会说谎，但是他倔，指着蝙蝠硬说螃蟹，甚至连百度百科都编好了，他就是螃蟹，以前不是螃蟹，现在也是。队长突然冒出来找他的假胡子，德拉克受到惊吓当场去世，然后就变成了一种更加奇怪的生物。半田硬要掰，说这是从螃蟹卵里孵化出的幼崽。队长小脸毛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怎么看都是个吸血鬼好吗？赶紧送去做检查吧。队长一把抓住德拉克，表示交给他。关上门后，队长把德拉克放地上，他早就认出来这小蝙蝠是罗纳德那里的吸血鬼德拉克了，问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。结果厨师突然冲出门，一脚踩死了小蝙蝠。最后德拉克被快递寄付给了罗纳德，至于他的变身术根本没人在乎。琼恩想去参加镇上的室内足球大赛，他一直受去罗纳德不放心，于是给他挂了个报警器，让琼恩5点之内回来。琼恩这天玩得非常开心，回家路上遇到了有店在卖金川烧。琼恩想了想，决定今天晚上买点金川烧当伴手礼。城里发生了孩童绑架案，凶手至今没有落网。虽然孩童失踪的地点不尽相同，但都是在黄昏之后立刻被绑架的，所以犯人应该是吸血鬼。猎人工会和吸血鬼对策课合作组彻查整座城市，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危，他们必须在今晚找到绑架犯。5点已经过了，罗纳德给德拉克打电话去询问，却发现琼恩到现在都没有回家。正好琼恩给德拉克打来电话，说他会晚一点回去，还没有来得及说明原因，琼恩被蝴蝶吓得摔下了公用电话亭。正巧他买的金川烧也到了，琼恩立马忘了这事，开开心心的拿金川烧。这没想到德拉克和罗纳德却因为琼恩一句救命炸开了锅。难道说琼恩被人绑架了？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整座城市，大家都在争相寻找琼恩的踪迹。琼恩完全不知道自己买个饭的功夫怎么突然从失踪人口了，有人想抓他去领赏，琼恩慌不择路的到处逃跑，经历了掉进河里、被鸵鸟追杀、坐错车等一系列艰难险阻，总算是回到了横滨。可他还没见到罗纳德，就又被吸血鬼杀人魔绑架了。罗纳德还在失去了不死之身，杀人魔一直怀恨在心，想利用琼恩当诱饵把罗纳德引出来报仇，却没想到因为琼恩失踪，警局齐出动，搞得杀人魔一脸莫名。他刚抓琼恩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怎么就被天罗地网包围了？害得他只能带着琼恩四处躲藏，到处都是寻找琼恩的猎人。无处可藏的杀人魔只有把琼恩送回去自己逃走这一条，却不想遇上了低等级吸血鬼隐身土蜘蛛，抽起琼恩扭头就跑。杀人魔想起来，他听到猎人说吸血鬼在绑架小孩，他刚想放任不管，但就这样没办法把琼恩送回去，他也会跟着走投无路，甚至会被当成绑架犯背黑锅，莫名其妙卷入到麻烦当中。琼恩被土蜘蛛绑到一处废弃仓库里，还有其他被绑架的孩子们。琼恩奋力拉响了身上的报警器，土蜘蛛被吓了一跳，抓起琼恩就要把他吸成球鱼干。杀人魔英雄天降一刀解决了土蜘蛛，他对自己身为反派居然救人的行为非常不耻，威胁琼恩不要把这事说出去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琼恩拽住了他的披风，将自己的金川烧分给了杀人魔一个。之后德拉克和罗纳德总算找到了琼恩，被绑架的孩子们也得以获救。琼恩把金川烧送给了德拉克和罗纳德，虽然已经冷掉了，但仍旧非常美味呢。